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奎哥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要用 Minecraft 来搞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了。各位读电机系的应该知道，有一堂课叫做逻辑设计吧？我之前有很常在 YouTube 上面看到，有一些人很喜欢用 Minecraft 搞一些红石电脑之类的东西，甚至是可以做出深度学习的电脑。那真的太神奇！反正现在刚好寒假，然后有点闲没事，那我干脆用 Minecraft 来复习我这个学期学的逻辑设计吧。而且我们刚好数位时间是分开的，所以我现在的行为根本是把 Minecraft 当 Verilog 在用。就是呢，我其实有装几个辅助的模组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这个小木棒。那这个模组呢叫做 Litematica 啊，它的功用就是呢，你可以选取，然后把这块区域存起来，然后变成蓝图。就是如果你有盖建筑的话，你可能会知道这模组啊，就是你可以把其他人的蓝图拿下来，然后自己在生存模式盖出一个中世纪城堡之类的东西，那就有趣了。别人问我说我的蓝图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我只能跟他说我有一大堆 toggle flip flop， 还有 d flip flop， 还有什么 counter 啊哈。反正就是到时候要 gate 去做出更多东西的话，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东西，再放出来会很方便很多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那我们就用红石来当电路，然后这个红石火把还有控制杆是可以当我们的输入的。那么第一种呢，肯定是要讲我们的 inverter 啊，大概也是里面最好搞的一个东西了。我现在接控制杆，然后让它输出过来。我只要加一个红石火把和一个方块，然后让它这边出来。OK， 这样我们的 inverter 其实都搞好了，非常的简单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开起来，它后面会关起来。我们这边关起来，后面会开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开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延时。后面要做 flip flop 的时候可能会用到，因为 flip flop 就是透过 inverter 的延迟去让它存那些讯号的。那么第二种。我们直接来搞第二简单的，就是 OR。你现在有2个讯号，我们一样用荧光这个什么红石灯把它过来接过来，把它接在一起，然后这边加一个中继器好了，让它不要往回流。那么中继器同时可以当我们 gate 的延迟时间，因为中继器是会有延迟的。我们等一下会再细讲它的时间。可想而知，就是只要有一个开起来，它就会亮了。Oh my god， 它往回流了。好，那可能这边也要加中继器。开2个或者是一起开都可以。好，然后接着来到我们的 AND gate。AND gate 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那些讯号全部都要是1，输出才会是1。只要有一个不是1，它就是0。那我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做法，就是呢，我们直接用粘性活塞去放，然后让它去推我们的石头，输入呢就放在活塞的后面就好了。我们把它往外接。这样，然后这边要用比较器，或者是我不知道中继器可不可以。反正就是，如果我要直接让红石输到这个方块里面，然后再出来的话，这边就不能只有红石，不然它会出不来。这个好像可以只有红石，确定。好，这边能测试一下。那么它的结果就是呢，如果你2个打开的话，输出就会是打开的；但你只要有一个不是，它就不会是。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可以让它不要那么麻烦。这活塞就是很难算时间的东西，因为你推过去推回来，它又有点延迟。那有一个东西呢，就是你在 OR gate 的前后都加上 inverter， 它其实就会变 AND gate。那其实就是把这个东西再拿过来用一次。OK， 这是一个经过 OR gate 修改成的 AND gate， 因为它前后都加了 inverter， 那它的效果其实是跟 AND gate 是一模一样的，就是我打开一个不会有，但我打开2个会有，然后我打开一个没有，我全部看看也没有。另外2种就是 exclusive OR 和 exclusive NOR， 那这2种听起来会比较麻烦，但其实它是可以拆成几个 AND gate 和 OR gate 搞出来的。但我这边有一个比较快的方式。它其实现在是一种不当设计，因为我刚刚没有仔细想它红色要怎么连，那其实这打开就好了。那么比较器打开这边代表，如果旁边有讯号过来的话，它这边就一定不会输出讯号。那我们就看中间这个就当成我们的输出。那么现在是完全没有嘛？然后 exclusive OR 就是如果是2个接在一起的话，就是2个长得不一样的话，它就会输出1。
那如果是3个以上的话，那就会是奇数个量，那输出就是1，然后偶数个的话就是0。那么它的原理呢，就是它会互相牵制，就是你如果把一个打开的话，中继器就会已经会牵制到这个比较器了。在把这个打开的时候，它同时这边的中继器会来牵制这边的比较器。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比较器输出是1，那它就按掉。那这是 exclusive OR。然后如果要 exclusive NOR 的话，其实在这边再加 inverter 就好了啊。那么最基本的这些 gate 我们已经搞完了，接着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需要逻辑的东西了。我们现在随便想一个逻辑运算，就是 A B 加 A C 加 A prime B prime C prime， 然后我们去在这边把它盖出来。OK， 我们盖完了这个看起来非常丑的东西，但是我相信它是可以达成我们结果的。这是 A， 这是 B， 这是 C， 那现在是000，那它显然是个量。我们现在就每一个都开看，然后看结果是不是对的吧。OK， 然后我们去对真值表，就发现这东西是正确的。它真的好丑啊！没办法，我们只有1公尺之长啊，所以到目前为止还算是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部分，就是我们还没加入任何时间。但我们可以再搞一些东西。我想要在这里面搞一个简易的加法器。那么这时候会有的输入呢，会是 A 和 B。A 和 B 代表我们要加数字。我们先看一块就好了，然后会有 C in。C in 就是上一位的进位也要传进。那么输出会有 C out 和总和。那 C out 呢，就是给下一个 block 处理进位的。然后 sum 就是我们会得到的结果。Oh my god！ 为什么这地方会有流浪商人？好，这不重要，我已经算好了。我们输出的组合逻辑会是 sum 的话会是 A exclusive or B exclusive or C。我们的 carry 我其实还没算，笑死。然后我们的 carry 会是 AB 加 BC 加 AC。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只要把那些东西搞出来，然后再复制个3个出来，然后把他们的 carry 加起来，应该就会有加法器了。这个只有一串，它就已经长那么丑了。肯定是个大工程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小木棒。Oh my god！ 就当我真盖到一半的时候，第2组流浪商人都来了，第1组都还在那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其中一个 adder 应该就搞完了。那现在应该是最左边这个，可以测试一下。这个是 sum， 现在是不会有进位进来的。那就是这2个打开的时候，它应该要亮才对。好，现在是出了一点问题啊，这没有足够多的红石。不对，2个开起来是会有进位，不会有那个不会亮，但是会有进位。哦，这边出了问题。好，后来发现这边这个红石火把，它并没有把讯号传进去。我干脆把它藏在下面好了。这样照来说，它是会讯号还是会流过来的。没错，这条就是我们的进位线。那可以看到现在是对的，就是2个打开的时候，我们进位又跑出来。然后我们一个开的时候，进位不会有，但是那应该要亮才对。到最后又是我们讯号不够长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要一直加中继器。对，它亮了。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下面会亮，那照来说上面也要亮。对，然后2个打开是不会亮的，然后这边会有。好，那看来我们的一个 adder 是可以用的。那我们现在只要把4个串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有4B的 full adder。我们现在来放了这个生存模式用的蓝图啊，然后创造模式是可以直接把它放出来的。哦，有啊，这样直接无缝接轨，直接把2个红石接在一起了。我们第2个 adder 出来了。好的，那么现在看起来，我们这4个 adder 已经都出来了，只是它距离它体积很大，有点长，要拉线。
好了，我刚刚把线都接完了。然后其实我刚刚还检查一下，我发现有一大堆地方都是讯号传不到的地方，就是我中继器加太少。我觉得盖这种 combinational circuit， 我现在要忽略延迟时间的问题，就是中继器加好加满啊，至少它讯号传得到。我们先进行一个导览啊，可以从高空看到，这是4个算是 health adder 吗？每个 adder 里面都占有2部分啊。这边呢可以看到有2个 exclusive OR。要处理 sum 的，然后这边呢有3个 AND gate 是拿来处理进位的。那我们直接来测试结果。我们先从最简单1+1开始，1+1过去2，好，2出来了。再来是2+1 ，OK 3，然后直接3+1 4 ，OK。然后这东西运作非常完美啊。现在是3+1吗？是3+3，跳过5，现在是6。那我们回到5好了。现在3+3吗？不3+2，应该要5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让人兴奋哎。好，我们现在来一个比较大的数字，8+2，8+10加1 11，所以应该是最尾巴那个要亮。然后13，OK 13。然后其实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进位，我们这边是可以再加最后一个拿来当16的。现在这个情况叫做15+7。那16加4加2 22，好，没有问题。那15加15，那应该要全亮了。没有要全亮，30，对，尾巴那个不会亮。15加5 15是30。好，那我们在最后抽一个4加13 17 ，OK 16加1。好，那看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 full adder 是运作良好啊。盖这东西，虽然说这东西没有很难，但是很有成就感，就很莫名其妙的感觉。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还要继续往下。然后我本来想说要盖 BCD to 7 digits 的那个东西，就是会有一个超级大的面板，是不是有点花时间啊？我后来想了一想，我觉得我还是来做一下那个 BCD to 7 segment display 好了。我就觉得，真的我要继续搞 sequential circuit 的话，可能会用到，尤其是那个 counter， 我可以直接把它接到这个 display 上面，就看起来比较壮观一点。这里在找每一片显示器的布林运算式，让我想到期末考，在一题里面画了大概14个 AND gate 吧。眼尖的观众应该会发现，我在 Kmax 上面是圈0。因为在 Minecraft 里面 OR gate 比较好搞，哈哈。那这边我把它搞得有点像 PAL， 就是我接4条出来，有4条是没有接 inverter， 然后4条接 inverter， 然后这样拉出4条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等一下再接7个 segment 的时候会比较好，就是可以从7个地方拉出来去做逻辑运算，然后再接到那个荧光灯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。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我4条好像盖得太近了，这样我拉线出来好像没地方可以拉，然后又加上上层跟下层刚好叠在一起，会比较难使用，所以我可能要打掉重练。哦，空间会多2格出来，应该会好处理很多。OK， 我希望我没有盖错，不过目前是把7个 segment 的逻辑闸都搞完了。那下一步呢，就是我要把这个线往后接，我接到大荧幕上面了。那我现在要盖大荧幕啊。我感觉我如果再往下延伸一段的话，好像有点低耶。我觉得这东西要抬头看，我往上盖好了。OK， 它好像有点细，但是至少达成了我要的目的吧。它是一个巨型的显示器啊。再往后看下面，这有点壮观的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刚好晴天。Oh my god！ 这个光影还不错，还有彩虹。刚下完雨会有。我们顶多就拉7条线嘛，但是我要从它下面穿，我就穿到它后面去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试试看，先拉到再说。那个美观就先算了啊，先算了。
对，后来发现，如果你红石直接输入到这个的话，那它旁边2个也会跟着一起亮起来。所以我们就算有9个灯，我们其实只要输入3个地方就好了。那我们讯号向上传输是直接用红石火把这样硬干上去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再叠6次啊。OK， Oh my god， 我可以测试一下了。天啊！然后我后来把上面那块变成黑色了，因为黑色应该会比较好显色。然后我觉得可能要调再晚一点，会比较有感觉。有，这个氛围有到，我们让这边是1124吧。好 ，OK，1248，然后把它打开。有1哦，再来是2。啊，可能要等他跑一下。哇、哦，有欸，2，然后3。是不是少一根？我漏掉步骤是不是？这边的问题。好，我找到问题了。又是我在粗心搞事。这边本来是 x2 prime 加 x1 prime 加 x0 prime， 然后我接了2次 x0 prime， 所以导致他没有接到 x2 prime 的东西。但没关系，这应该很好笑。现在的3是正常的啊。为了测试，我们还是从头开始，我还是从0开始。好，0是对的，1，然后2是对的，3、4的话，我要把这2个关掉哦，这样。OK， 4也是对的。5的话是这样，6，我忘记加讯号增强了，天啊！好，现在这个只是单纯讯号不够啊，这个跟刚一模一样的问题。我本来是 x2 prime， 然后我又接了 x0 prime。天啊！为什么我一直搞这种事情？好啊，6回来了，不行，因为我又没改1次，我们就要从头开始测试一次。天啊，从0开始。7是全部亮。OK， 7是对的。好，然后现在8，那我们把其他都关掉。OK， 8全亮也是对的。9，最后一个，这个按掉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的 BCD to 7 segment displayer 看起来是经过2次的修改之后运作良好了，真好啊！如果有学过逻辑设计，都知道，如果这种只有一个的话，那实际上就是 don't care， 所以你会不知道它的结果会跑成怎么样的样子，因为我们也没在乎它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确保它不会超过10。而且开起来，假如现在是10的话，看10是2啊，呵呵，11是3，12这是4。天啊，它好有规律哦！就是基本上 don't care， 就是你不会知道它后面它有可能会乱闪之类的，但是我也没想太多。它从10开始就变成2了，然后11是3，12是4，这样又往上到7，蛮神奇啊！这个东西我也没特别去想过它为什么会这样。哇，我们的这个 BCD displayer 是在 Minecraft 里面硬干出来了。我们的 combinational circuit 的部分可以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。那我们到时候要去征服更难的 sequential circuit， 就是有办法把时间的元素加进来。刚一看到这东西跑到一段时间可以跑，所以我不知道这对我等一下 counter 的显示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啊。拭目以待吧。